Hello，大家好，我是眼镜腿。今天呢，咱们做一个开箱的节目，分享第一时间看到这个产品的感受。今天要开箱的这个产品是 Surface Pro 11。Surface Pro 11是 ARM 芯片，高通骁龙的 X Elite 系列的芯片。那么我这次购买的版本呢是512GB 的 SSD 加16G 的内存，还有 OLED 的屏幕，还有 X Elite 芯片。我看准了这个蓝色，这个蓝色呢是第一次出现在 Surface 的产品线里头。比如这次 Surface Pro 的设计的盒子跟往年都不太一样，当然也有可能 Surface Pro 9我没有买，我是最后一代是 Surface Pro 8，它都是白颜色的盒子。但这次我买的是什么颜色，它就是什么颜色的盒子，看起来还挺精致的。所以呢，咱们废话少说，赶紧来快速开箱。哒哒！哦，崭新的 Surface Pro 11，索尼不用读系列，充电器，然后就没了。现在要激活，那么咱们现在激活的界面先快速跳过。现在呢，大家会看的画面会比较暗一些，因为我把相机的曝光参数调低了。那这个屏幕确实比我预想中要亮很多。那么在我这个整个的激活设置当中呢，给我第一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块屏幕，是在 Surface Pro 的设备上首次使用 OLED。它的大体参数呢是 2K 分辨率，然后30到120赫兹的动态刷新率，然后最高900尼特的峰值亮度。我刚刚随便找了几个 HDR 的视频看了看，确实差距非常明显。比如说这个测试 OLED 的经典维加斯的视频，然后两边设备呢亮度都是默认，我都没有进行任何的更改。那么首先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个灯牌差距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了。那老的 Surface Pro 呢是压根不支持 HDR 播放的，所以这个差距真的太明显了。这个灯牌的亮度和这个灯牌的亮度，还有这个黑夜的黑度，是完全不是一个等级。我很开心，像 Surface Pro 这样的设备能够带领厂商都开始多多支持 HDR， 也多多用 HDR 的屏幕。就用过了 HDR 之后呢，就真的再也回不去了。以前觉得500尼特的亮度也相当够用了，但是用过 HDR 之后，是真的能感觉到 HDR 和非 HDR 屏幕之间的观影的差距。咱们下面快速过一下它的外观。首先正面是一块 2K 的屏幕，刚刚我已经介绍过了。然后右边呢是 Surface Connect 的接口，一直以来 Surface 的独有接口。然后左边呢是2个 USB-C， 那么顶部呢是电源按键和音量按键，背面一个 4K 的摄像头，加上可以替换的 SD 卡。然后至于性能呢，我刚刚下载了 Geekbench 6，然后进行了一下简单的跑分。然后 Geekbench 6我一共跑了3次跑分，然后分别在不同的电源设置情况下跑出来的。然后这个2774的单核成绩，然后12800的多核成绩呢，是在标准电源模式下，就是它默认的推荐的电源模式下跑出来的。这个2836和14000是在最高的性能模式最佳性能下跑分跑出来的。然后这两个呢都是不插电的情况下跑出来的。那么如果说我插电了，我想试试插电了之后会不会性能会更好一些。这是不插电，这是插电，然后同样都是在标准性能模式下，所以说可以放心大胆的不插电使用。我觉得这个性能差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然后在最高性能模式下，其实这个跑分就已经达到了目前的第一梯队，或者说是第二梯队。因为这是第一次高通骁龙使用了新的构架设计的全新的芯片，所以说能够达到这样的芯片性能，我已经非常满足了。尤其是这样的性能，也已经是比同级别的英特尔的芯片要做得好了。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是 ARM 架构，所以说比英特尔会省电非常非常多。我自己做了一下，昨天看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视频，在标准性能模式下，然后中等的屏幕亮度，看1个小时的 B 站视频，有的 1080P， 有的是 4K， 我觉得没有具体统计，在1个小时大约使用了6%左右。用浏览器看1个小时 B 站视频，只消耗6%的这个电量的成绩，在英特尔的时代是想都不敢想的。我的 Surface Pro 8可能看1个小时的 B 站视频，正常亮度、正常的音量，光看1个小时 B 站视频可能要消耗15%的电，所以说15%变成6%，这个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夸张、非常明显的。在最后，咱们来试试Win11配合这个 NPU 芯片来带来的一些新的 AI 的功能。其实我最期待的是 Recall 的这个 Recall 的回溯的功能，但是 Recall 这个功能被微软 Recall 了是因为这个功能还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说现在还需要再优化一下。然后咱们来试试这个新增的一些 AI 功能，比如说在画图里面已经可能有20年历史的应用里头，它新增了一个功能叫共同创作者，也就是 Co-Creator。那么我刚刚自己画了一个蓝天，一个白云，加一个草地，然后我加了一段描述，是绿色的草地，蓝色的天空，天上白云，草地上有个机器人。我马上我就画一个机器人在这个草地上。看我这种小学水平，可能幼儿园水平的简笔画，它能给我生成什么样的东西？还不错。换个别的风格，比如油画风格。这个油画风格挺不错的。反正至少我现在是完全达不到这样的绘画水平了。就是它能够生成一个不算是非常职业，但是也已经相当不错的一个画作。那么创造力在这里的意思呢，就是它数值越高，它生成的越离谱；然后数值越低呢，它改变的东西就越少。比如说我把创造力降低，那么它就几乎没怎么动；我把创造力拉到最高，它就会越跟我的原画就越来越不沾边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些所有的操作都是在本地完成运算的，它并没有上传到云端，就是利用了这个新芯片的 NPU， 然后再加上一个新的 Win11的 AI 的系统。比如说在任务管理器呢，就能看到刚刚 NPU 在进行运算。然后咱们再来试试看这个照片应用。那么照片应用也添加了 AI 的功能，比如说这是我之前逛这个猴山照的一个有阴影穿的背带裤的一个马楼我们来试试新的照片 AI 的功能，跟绘画的那个功能差不多，然后选择一个风格，然后再加上一个提示词。那么这里提示词呢，它会自动生成，比如说动漫。要生成这样，那么我不想让它改变我的马楼呢，我只想让它改变背景，比如说，那么这样的话，它会自动识别照片里的主体是这只马楼，然后它会自动把背景用风格化的形式替换掉，所以说这个还是相当不错的感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还想看 Surface Laptop 和 Surface Pro 之间的对比，还有如何选择的话，欢迎投币点赞，一键3连。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收看，
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咱们下个视频再见，peace。